沈家择序宴上端上2道菜肴，一道惠灵顿牛排，一道蛋炒饭。我和妹妹躲在玻璃后面，看着陆彦舟犹豫半天，最终拿起了桌上的刀叉。姐姐，你输了，彦舟哥哥最终选的人是我。他明明知道我只会做蛋炒饭，可是他没选。恭喜沈董，恭喜沈董！陆少，你确定选的是这道？是，兖州心意已决。恭喜沈董，陆少和沈大小姐郎才女貌，真乃天作之合。各位，陆少选中的是我家小女儿沈婉宁。陆少，你确定选的是婉宁？是，兖州心意已决。天哪，本来以为肯定是大小姐，陆二少宁可要一个养女，也不要沈瑶音。看来3天后，姐姐只能嫁进霍家，和体弱的霍少联姻了呢。沈瑶音真可怜，被个养女抢了婚事。她等了陆二少这么多年，现在婚事没了。听说霍家那边定的期限快到了，要是再定不下来，就要……沈董，兖州心悦婉宁已久，今日当众表明心意，愿娶她为妻，请沈董成全。恭喜婉宁，我就说陆二少眼光好。以后该叫陆太太了，晚拜可别忘了咱们。多谢各位姐妹，婉宁一定不会忘。有印，别生闷气了，刚才不过是逢场作戏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？婉宁昨晚哭了一整夜，她一个养女，孤苦无依，能嫁到什么好人家？你一向罪名是理，这只是缓兵之计，等风头过了，我就跟她解除婚约，风风光光娶你进门。陆彦舟，我是沈婉宁的姐姐，你选了她，我怎么办？你明知道我25岁之前结婚才能继承妈妈留下的遗产，你也知道我25岁还没嫁人就要嫁入霍家，可是你却因为可怜沈婉宁，就抛下我不管。你到底有没有为我考虑过？当年的婚约不过是长辈们之间的玩笑，不会有人当真的。更何况你有沈家和外祖林氏集团护着你，他们总会有办法的。姐姐，你千万别生兖州的气，婉宁真的太害怕了，才厚着脸皮求他帮我。你是沈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，怎么会明白一个养女过得多卑微？京圈里哪有好人家会真心看上我？我从小到大都活在姐姐的光环底下，谁不知道姐姐是京圈第一名媛？你还有外公的林氏集团给你撑腰，想追你的人排长队。像姐姐这么优秀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被随便嫁掉？求姐姐把兖州让给婉宁好不好？婉宁什么都没有，只求她帮我这一次。要是被随便嫁人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姚音，他都这样求你了，还不够吗？你等我1年，不，半年。等婉宁的事过去，我立马解除婚约，娶你进门。所以，你还是要选他？不过是晚些日子结婚，我又不是不娶你，斤斤计较这1年半年有意思吗？你是婉宁的姐姐，怎么就不能多为她考虑一下？姚音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自私了？我自私？
明明是你先抛下我选了沈婉宁，现在反过来怪我。我不是说了半年后就娶你，你向来稳重，怎么也学人家争风吃醋？你爸是沈氏董事长，你外公是林氏掌舵人，商界谁不给那几分面子？面子？林家和霍家3年前就签了协议，整个京城谁的势力能大过霍家？谁敢为了我毁约？我爸和外公再厉害，能为了我去得罪霍家？你以为他们护得住我？可你根本不知道我等的是什么。外公书房里锁着的那份协议，你见过吗？3年前就定下的死局。什么协议？林家和霍家有协议，若我在25岁之前无法嫁入陆家，就必须履行另一桩婚约，嫁入霍家。你也知道吧，霍家独子霍衍舟常年卧病，业界都传他活不过30岁。这时候让我嫁进去，不过是因为霍少爷病弱难以娶妻，让我去联姻罢了。你让我等，你这是要亲手把我推入火坑！婚约送进林家的那天，我就站在书房门口，看着外公把那份文件锁进保险柜。那时候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我之所以不怕，是因为你说过你会娶我进门，护我一辈子。燕州，今天的决定真的不能改了吗？你当真要弃我选他？我们曾经那些约定，那些你亲口许下的诺言，在你眼里通通都不作数了，是吗？作数？怎么不作数？姚音，你一向是最通情达理的，不过是再等半年，等婉宁这关过了，我自然会取消婚约，重新登门求婚。你尽管放心，陆家少夫人的位子，除了你沈瑶音，京圈还有谁坐得起？我心里始终是给你留着的。姐姐，燕州刚才亲口说了，过几天就要正式登门拜见父亲了呢。姐姐，到时候你能不能把你手上这条红宝石手链借给我撑撑场面？姐姐，你也知道，婉宁只是个养女，平日里哪里买得起这么贵的珠宝？见我家长那天，若是打扮得太寒碜，丢的可不只是婉宁的脸，更是咱们整个沈家的脸面呀。再说了，姐姐若是不肯借，传出去，外人定要说姐姐小气刻薄，容不下自己妹妹。姐姐一向最重名声，定不忍心看外人这么议论你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条手链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。婉宁，这条手链我不能给你。至于你说的面子问题，我会让爸联系帝家，叫他们把最新一季的高定珠宝全套送过来，任你挑选，怎么样？可是姐姐，婉宁为了见家长那天特意订的礼服，唯有这条红宝石手链最配。婉宁不是想要抢姐姐的心头好，只是想借来戴半天，订婚宴一结束就立刻还给姐姐。难道就这么一点小事，姐姐也不肯成全婉宁吗？姐姐，我知道是因为燕州哥哥选了我，你心里不痛快。婉宁也知道自己对不住姐姐，可是婉宁是真的打心底里喜欢这条红宝石手环。姐姐，求求你了，借给婉宁这一次好不好？姚音，你素来大度，如今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？不过是一条手链罢了，你平时什么珠宝没见过，何至于为了一条链子为难你妹妹？这样，你今天大方些，把这条手链直接送给婉宁，明天我让帝家那边送2条更好的给你做补偿，总可以了吧？
陆彦舟，你补不起。什么补不了？2条不够，3条5条我也送得起。3天后你要正式见家长，想必排场不小。这条手链，我妈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一字一句交代过。她说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嫁妆，她要我一定要带着她出嫁。这是我妈的遗愿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她分毫。婉宁，既然心里清楚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，那你就不该肖想，更不该伸手。够了，沈瑶音，今天选婉宁，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你心里有怨，冲我来，怪我骂我，我都受着。可你何必说话这么难听，这么作践婉宁，平白伤了你们姐妹感情。陆少，请自重。既然你已经在众人面前选了婉宁，那么从这一刻起，你就是我妹妹的男朋友。作为我妹妹的男朋友，你对未来的姐姐用这种不敬的语气说话，陆家的家教就是这样的吗？陆少要是真心疼她，哪怕现在就把整个商场买下来送她，我也不会多看一眼。但是属于我的东西，沈婉宁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我沈瑶音还活着，这里里外外所有的东西一样你也别想拿。姐姐，婉宁之所以想要那条手链，不是存心想要抢姐姐的心头好，只是我妈还在的时候，曾私下嘱咐过婉宁，她说她这辈子没名没分，连场正式的婚礼都没有，所以她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婉宁将来订婚的时候能穿得体面些，戴得贵重些，全了她一个心愿。婉宁只是想成全我妈这份遗愿。我是个养女，这辈子都不敢有别的奢望，如今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，难道都不可以吗？放手。沈瑶音，你够了，别总是摆着你那大小姐的架子咄咄逼人。不就是一条手链吗？你直接说个数，多少钱？我这就转账给你，买下来送给婉宁，这样总行了吧？陆彦舟，这是我妈留给我最后的念思。我们从小相识，你会不知道这东西对我的意义，你只是不在乎了。婉音，别哭了，你姐开不了价，那我就按市价的双倍转给她。这东西我买下来送你做嫁妆。沈婉宁，还给我！啊！手链坏了，姐姐，手链坏了。姐，你刚才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。你若实在舍不得给，你直说就是了，婉宁还给你，你何必上手抢呢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被姐姐吓到了，手才滑了。姐姐，你千万别生气，都是婉宁的错，我把我攒下的钱都赔给你，咱们再去买一条一模一样的，不，买一条更好的，好不好？
姚音，不过是一条手链，碎了就碎了。你可是沈家大小姐，何必为了这点东西闹成这样，让佣人看了笑话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我刚才话说重了。这样，我不止赔你1条，我赔你5条一模一样的，不，赔你10条更好的，好不好？滚！别碰他！陆彦舟，收起你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。你赔？这上面承载的我妈的遗愿，你拿什么赔？3天后我嫁入霍家的死局，你又拿什么赔？你这辈子都赔不起。姐姐，你别这样。若是你实在觉得委屈，婉宁给你赔罪还不行吗？你何必把燕州的一番好意……沈婉宁，适可而止。沈婉宁，你明知道那条手链是我妈临终前留给我的唯一嫁妆，你明知道她的遗愿就是看着我带着她出嫁，你心里清清楚楚。可你为了你那点阴暗的心思，故意毁了她，践踏她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我沈瑶音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这笔账，我会1寸1分的亲自从你身上讨回来。什么？瑶音，这条手链真是你妈留给你的唯一遗物。你刚才怎么不说？你要是早说了，我绝不会。我没说吗？陆彦舟，是你根本就不在乎我说了什么。陆彦舟，跟你这种背信弃义、有眼无珠的人，我每多说一个字都觉得恶心。瑶心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……住口！陆少，既然你今天在众人面前选了婉宁，那就请你守好你的选择，好自为之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只是路人，以后别再叫我瑶音。我跟你陆彦舟从此再无点瓜葛。爸，姚音，陆家那边，陆彦舟既已做了选择，我也没必要再上赶着。爸，不必再为女儿想办法了。3天后，女儿愿意嫁入霍家。姚音，霍家那孩子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，圈里都传他活不过30岁。这时候让你嫁过去，那不是做霍太太，那是守活寡呀！你若实在不愿意，咱们还有办法，让你外公给你找一个年轻有为的，立刻订婚，哪怕门第滴血，也总比嫁进霍家当寡妇强啊！爸，没用的，协议已签，如果订婚的人是陆彦舟倒还好说，毕竟霍家早年也知道沈陆2家有过口头婚约。可如果临时换了别人，那就是公然毁约。沈家和林家得罪不起霍家。陆彦舟今天在宴会上当众选了婉宁，这件事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了。事已至此，我嫁入霍家已是势在必行，再无退路。爸，为了沈家的前途，为了外公林氏集团的周全，女儿愿意嫁。春杏，过来。大小姐有什么吩咐？把这些箱子全部送回陆家，亲手交给陆彦舟。大小姐，这些可都是陆少以前费尽心思寻来送您的，当真要还？那是以前，如今他既然选了沈婉宁，这些旧物再留在我的库房里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3天后我结婚那天，你派人原样送回陆家。我沈瑶音的东西容不得半点沙子，他的东西我也1分1毫都不稀罕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
姐，还没忙完呢。燕州心里记挂着你，特意托我带了些东西送过来。原本燕州说要送姐姐一件婚纱，可婉宁想了想，这名分的事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。若是我这个做妹妹的先进了陆家的门，往后姐姐再想进，怕是这辈子都穿不得白色婚纱了。所以啊，婉宁特意在店里帮姐姐挑了这件最娇嫩的粉色礼服。姐姐皮肤白，穿着粉色定是好看极了。姐姐可还喜欢？哦，还有这套首饰。虽然比不得姐姐之前那条碎了的红宝石手链金贵，但也算得上是顶好的成色。你瞧，这粉色水晶配上那粉色礼服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沈婉宁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姐姐可得好好收着，毕竟这可是燕州对你最后的一点怜惜了。二小姐，请您自重，大姐可是您的姐姐，长幼有序，您怎能拿这些东西来羞辱她？更何况，我们大小姐什么时候亲口说过她非要嫁进陆家，非要嫁给陆彦州了？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竟然敢这么不分尊卑，你被开除了！沈婉宁，你既然提到了尊卑，那咱们就好好算算这笔账。我是沈家正派的大小姐，你只是个养女。你如今在我房间里这么喧哗吵闹，对着我的人指手画脚，这便叫分清尊卑了吗？是不是要我也当众教训教训你，让你记记这沈家的规矩？你若真想安安稳稳地嫁进陆家，最好乖乖地离我远点，别再来招惹我，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这婚事成不了，让你这辈子都进不去陆家的大门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以试试。怎么，妹妹的手抖得这么厉害？是在怕我，在这紧要关头，让你的陆家少奶奶梦生出什么变故吗？姐姐说笑了，燕州那天可是当着满京圈宾客的面，亲口说要和我在一起的。众目睽睽板上钉钉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陆彦州是选了你，可你是不是忘了，这沈家谁才是真正的大小姐？如果这时候爸爸突然对外宣布，二小姐沈婉宁突发精神疾病，无法见人，为了保住沈家和陆家的颜面，你说这婚事最后会落在谁头上？这种事在咱们这种豪门里难道还少见吗？沈婉宁，你给我记牢了，你可以继续在背后实施那些下作手段，但只要你再敢来招惹我一分，我沈瑶音拼了这条命不要，也会让你的这场美梦彻底落空。带着你的东西滚。这几天不管你在沈家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都把嘴闭严实了，哪怕是一个字传到外面，我保准让你那陆家少夫人的位置还没坐上去就彻底塌了。听明白了吗？二小姐，大小姐那边这2天好像在忙着试婚纱，咱们要不要去打听？打听什么？你是想害死我吗？从现在起，谁也不准提大小姐的事，谁敢乱嚼舌根，我第一个开除他。沈大小姐，这是陆少特意寻来的澳白珍珠，还有这几匹高定绸缎面料，说是给您压惊用的。这几天陆家送来的东西都堆满客房了，珠宝、古玩、限量包，样样价值不菲。陆少这是终于回过味儿来，他那天伤您的面子，用这些死物补回来呢。补？人心若是碎了，拿金山银山填进去也是漏风的。去告诉陆彦州，既然选了别人，就别在这假惺惺。这些东西看着脏了我的眼，抬回去，原样抬回去。沈大小姐，是沈大小姐。等一下，我反悔了，把这些东西全部登记，今天下午之前统统送去二手奢侈品店和拍卖行。大小姐，
这就配合财务一起登记，一件不留。大小姐，这些可都是限量款和稀有皮，若现在急着变现，价钱怕是要折不少。折多少都无所谓，只要换成钱就行。大小姐，您换这么多钱要做什么？把钱全数捐给城郊的福利院，传话给他们。3天后我结婚那天，在城中东南西北4处设公益供餐点，全天提供免费餐食。1为霍家少爷祈福，2为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大小姐，外面供餐的餐车都就位了，好多人在排队，都在感念您的善心。可今天这婚礼，霍家少爷他来不了，我早就知道。他是霍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我嫁给他便是他的妻子。吉时已到，新娘出门。恭喜沈小姐，谢沈小姐的善举。沈小姐人美心善，一定能给霍家带去福气的。88辆婚车，这阵仗京城多少年没见过了。这便是沈家大小姐出嫁的牌面啊，当真是豪门盛典。霍家那少爷不是重病缠身吗？京圈哪家千金竟然敢在这个时候嫁过去？陆少还不知道呢，这车里坐着的正是沈家的大小姐沈瑶音。如今啊，人家已经是名正言顺的霍家少奶奶了。陆彦舟，从此你我只是路人。怎么可能？霍家那少爷不是据说活不了多久吗？沈董多疼女儿的人，怎么舍得把亲闺女嫁过去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沈大小姐今年正好25，听说林老爷子那边早就跟霍家签了婚约协议，协议一到期限，谁敢不从？霍沈两家门当户对，谁也挑不出错来。不对啊，前几天沈家设宴，我瞧着陆家二少也在场，原以为那是板上钉钉的良缘，结果呢，陆少竟然当众选了个养女。我也听说了，沈大小姐跟陆少那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就有口头婚约的。陆少要是早没那心思，早该说清楚啊，非得等到婚约临头了才临时变卦，这不是生生把人往火坑里推吗？当真是害人不浅。沈大小姐嫁进霍家，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陆少，咱们还去沈家下聘吗？真的嫁了。姚音，你回来，这婚不能结！姚音，你回来！彦舟，你要去哪儿？今天是你来沈家下聘的日子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放手！沈婉宁，你给我放手！不放，我不放！你若现在追出去，我沈婉宁往后在京圈怎么做人？彦舟，你亲口选的我，你不能出尔反尔！放手！沈婉宁，你给我放手！彦舟，别追了！姐姐她是爱慕虚荣，她自己亲口说的，霍家少奶奶身份顶尊贵，那是心甘情愿自愿嫁。你胡说！这京圈谁不知道霍彦舟体弱？姚音那样清高的性子，怎么可能是自愿的？若不是我3年前选了你，若不是我当众悔婚，他绝不会被逼入死路。是我亲手害了他。
彦州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是我的协议，是协议逼他嫁的，不是你的错。婚约协议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份协议的事？沈婉宁，你明明比你姐姐小1岁，可你3天前是怎么求我的？你哭着说如果你不订婚就要被随便嫁掉，说如果我不救你，你就没了活路。我真是该死！我竟然被你那几滴眼泪糊了心，忘记了姚音比你年长，她才是婚约压力下首当其冲的那一个。陆少，我听信了你的话，以为沈家和林家势大，总能为他找个退路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的退路竟然是拿一辈子去填那个坟墓。彦州，你别在那自作多情了，姐姐真的是自己愿意的。这几天她在房里清点嫁妆，哪一件不是欢欢喜喜的擦拭？她试婚纱的时候眼睛里全是亮光。你醒醒吧，她根本不是被逼的，她就是想做霍家的少奶奶。谁不愿意做霍家少奶奶啊？那可是京圈最顶级的豪门，哪怕是联姻，那也是未来的霍家主母。你以为她很想嫁你吗？你那天择了我，她连眼泪都没掉一滴。她根本不在乎你选谁，因为在你和霍家之间，她早就选了荣华富贵。彦州，你清醒点吧！他沈瑶音从来就没把你放在心上，他要的是霍家的荣华，是未来的顶级豪门生活。是你亲手把姚音推向了死路，更是我陆彦州亲手杀死了我们的以后。闭嘴！你这个毒妇！若不是你3天前步步紧逼，假装可怜骗我悔婚，我怎会弃他不顾？我怎会眼睁睁看着她被逼得嫁给别人？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姚音，等我呀！姚音，你别嫁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悔婚，我们是有婚约的，我们从小就说好的，聘礼我都备好了，你跟我走，我娶你，哪怕拼了这条命，我也带你走。大胆！什么人敢拦霍家的婚车？今天是霍家定好的大婚吉日，耽误了吉夕，惊扰了贵人，这后果你陆家担得起吗？陆先生，请你立刻离开。姚音，你回我一句话，我凭着陆家不要也带你走，什么婚约，什么联姻，我带你走。陆少，快别说了，这可是霍家的地盘，要是被扣一个蓄意闹事的罪名，董事长也保不住你啊。住手！陆先生，请慎言。当年两家所谓的婚约，不过是长辈酒桌上的几句玩笑话，从未有过正式约定，更不曾交换过任何信物。不是的，姚音，我心里……更何况，就在3天前，陆先生已经当着满京圈宾客的面，亲口选了我妹妹沈婉宁。今天，正是你去沈家下嫔的日子，难道陆先生健忘了不成？今天是我与霍衍洲先生的大婚之日，这个日子是两家老人精心挑选的吉日。陆先生这样不顾身份强行阻拦，是想毁了我与霍先生的婚姻大事，还是存了什么心思，想对正在守病的霍先生不利？陆先生，耽误了霍先生静养的时辰，你陆家是想与霍氏集团为敌吗？开车。姚音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最是通情达理，难道不明白我的苦衷吗？我并非真心喜欢沈婉宁，我与她之间是清白的。我不过是看她在那里哭得快要断了气，口口声声说如果我不选她，这辈子就毁了。我能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？我只是想帮她一下，就当是全了咱们两家最后的一点情分，这难道也有错吗？陆先生，您就别再闹了。
这急事要是耽误了，我们没法跟霍家交代啊！我说过，只需半年，只要过了这阵子的风头，我定会想方设法跟他分手，重新去娶你。等，陆彦舟，3天前的蛋炒饭你没选，霍家婚约你推我一人承担，你口中的帮他一下，便是以牺牲我沈瑶英为代价吗？陆先生，从你端起那份牛排的那一刻起，你便亲手断了你我所有的过往。你做出了你的选择，那你便不再是我的良人。我沈瑶英宁可嫁进霍家守一辈子寡，也绝不回头看你这般背信弃义之人一眼。我说过，从此你我如陌路，再无半点瓜葛。吉时快到了，开车吧。出发！闲杂人等通通退让，惊扰了沈小姐的车驾，后果自负。管家，听说霍先生这几天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，这一事能成吗？胡说什么？这是霍老爷夫人盼了许久的喜事。沈小姐是林家选定的贵人，更是霍家未来的主子。我身子不好，没能亲自去你家迎亲，让你在庄园门口受了嫌弃，委屈你了。你知道我委屈，我便一点也不委屈了。等你养好身子，陪我回沈家回门，看谁还敢多嘴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这结了婚果真是兖州的转机，他今天气色好了太多。这都是姚英你的功劳，真是我们霍家的福气。霍老爷备下竹买归置首饰文玩一套，情侣腕表一对。霍夫人备好4季配套衣装与成套头面配饰。兖州身体日渐平稳，往后这个家便交由你来做主打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兖州，打理好家中大小事宜。真是奇了，原先都说霍家少爷身子猜弱，沈家大小姐倒是好福气，可不是吗？霍少气色好转不少，沈小姐刚证婚就握了管家大权，如今京圈里多少人想着要主动巴结他们夫妻俩。陆家二少陆彦舟，沈家二小姐沈婉宁到。兖州，先前霍家陆续送进来不少物件，沈瑶英倒是借着联姻得了极好的体面机缘。是辽阴吗？兖州，不少圈内人都在看着我们，你别在这里失了分寸发呆。瞧瞧沈家二小姐，搅乱了姐姐与陆二少缘分，反倒自居随行女伴，太过张扬。就算是陆二少女伴，旁人自有看法，不过是她一时迁就罢了。姐姐在霍家过得顺累，也不曾知会妹妹，我日日惦念，还以为你嫁入霍家便疏远我了。沈婉宁小姐，还请谨言行事。眼前这位是霍家少夫人，此处是霍家晚宴，一言一行都该懂得分寸礼数。今日是慈善喜庆晚宴，失态哭闹惊扰宾客，惹得主家不悦，后果需要你自行承担。陈嫂，沈小姐既不懂场内规矩，带她去休息室平复情绪，不必在此扰了众人兴致。我的霍太太，您是不知道，您结婚那天沈门口的热闹可比电视剧还要精彩3分。哦，我当时在车里，倒不知外面乱成了那样，何止是乱，您的妹妹啊，
当时又是哭又是闹，没个半点沈家小姐的体面。就因为陆二少看见您的婚车失了魂似的追着车队跑，他险些订不成婚，大街上拉扯，全然失了大家闺秀该有的体面分寸。后来好不容易攀附上了陆家，又在外人面前处处扮可怜，逢人便说他在沈家受了多少委屈。这京圈里，除了容易被柔弱表象迷惑的人，谁看不出来他这种把戏？他向来如此，最擅长以弱示人。果真是行事格局巨次，使了浑身解数争来的，也只是虚有其表的名分，内里早已隔阂重重。您瞧陆少那脸色，哪有半分未婚夫的喜气？是啊，这向来是他的手段，从来就是哭哭啼啼的示弱，哭软了旁人的心肠，搅乱了原本既定的婚约安排。如今我倒要看看他费尽心机争到的这门婚事，是否会如他所愿，得一世富贵安稳。姚音，你看看你现在，我听说婚后霍衍舟连董事会都不出席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他身体状况已经十分糟糕？你在霍家，是不是终日守着身体欠佳的他，日夜忧心煎熬？我之前在路口拦你，你为何不肯听我一句劝说？我早就许诺过会娶你，你为何这般执拗，非要执意踏入霍家这门婚事，困在压抑难熬的处境之中？你难道看不明白吗？我与沈婉宁走到一起只是权宜之计，不过是为堵住旁人闲话，顺势帮她解围罢了。我怎么可能真的接纳她做陆家女主人？在我心里，想要共度一生的人，自始至终只有你沈瑶音一个。哟，陆先生这番说辞，我听着倒是格外新鲜。我倒是听闻沈婉宁小姐在外处处贬陆，说早就和陆先生有着很深的牵绊，怎么到您口中反倒成了一时权宜之计？那是他单方面胡乱对外乱说的，根本不是实情。若是本就无意迎娶对方，当初您又声势浩大，亲自登门沈家送去定亲聘礼。京圈往来规矩人人都懂，从没见谁家为安置旁人，需要男方亲自上门行聘礼大礼的。说到底，陆先生想要倾心谁，打算迎娶何人，都是陆家内部私事，本该与我们霍家少夫人毫无牵连干系。您算是少夫人名义上的妹夫，本是外人，贸然闯入霍家庭院，说出这般不合分寸、逾越场合的冒昧言语，陆家教养便是教您这般不分场合行事失仪的吗？哎呦，早就听说陆家门风严谨，今天一听陈嫂这番话，当真是讲究得很呐。可不是嘛，口头婚约那也是长辈定的，说回就回，全无半点信义可言。如今沈大小姐贵为霍家少夫人，那陆二少倒好，一边和二小姐牵扯不清，一边又跑到霍家少夫人面前摆出一副痴情种的模样给谁看？什么痴情？我看啊，纯粹是管不住自己，嘴里说着忘不掉沈大小姐，背地里跟她牵扯不清。这种人心思摇摆，行事拎不清，实在让人观感不适。陆董和夫人也不知是怎么想的，贸然定下这般亲事，行事考虑不周，长此以往，难免连累陆家在外口碑名声。陆夫人怎么不说话了？可是觉得陈嫂说错了？少夫人说的是燕州这孩子失了礼数，回去后我一定严加管教。净惹是非的性子，回去再跟你算账。各位太太们，怕是真的误会了，我们陆家几十年的声誉，哪能由着这孩子胡来？前阵子他爸和我都在国外出差，燕州这孩子也不知是被什么迷了心窍，竟趁着长辈不在国内，自己在那乱做决定。陆家的少夫人，那得是正儿八经名门望族里出来的大家闺秀，须得德才兼备，家世清白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。当初燕州当真是猪油蒙了心，竟敢私自毁了沈大小姐的婚约，那是我们陆家有愧。可再怎么着，我们陆家也丢不起那个人。
断不可能让不懂规矩的人进门做少夫人之位。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，存心让全京圈看笑话吗？妈，你给我闭嘴，回去再说。听见了吗？陆夫人亲口说了，根本不认可她的名分。终究是没名没分。他当真以为靠着这段相处就能坐稳陆家少夫人的位置，想来也只是陆二少一时心绪上头的短暂好感而已。阿姨，燕州与我已公开了关系，京圈都知道我是陆家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再娶别人？陆夫人都把立场说得明明白白，她还执意上前争辩不休。哪里算得上正式公开的名分？方才夫人已经讲明，只是陆二少年少行事莽撞，他这般当众拉扯，未免太过难看。燕州，你说话！那天晚上在你家，我与你什么关系你最清楚。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心尖上的人，你怎么能对我这般反悔变心？闭嘴！你还有脸提起那晚的事情？若不是你那天晚上蓄意劝酒把我灌醉，若不是你偷偷用了你姐姐常用的香水，趁着昏暗刻意装扮成她的模样，我陆延州就算再糊涂，又怎么会错把旁人认成心中之人？要不是你刻意布下这样有心机的圈套算计我，我哪怕万般为难，也绝不会对你有半分越界举动。胡说！你是在给自己的薄情寡义找借口。那天夜里你抱着我的时候，亲口唤的分明是我的名字。你说过你最喜欢我温柔体贴，最喜欢我这种小鸟依人的模样，全然不像性子强势凌厉的沈瑶音。这些你全都忘了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从未说过那种话。当初一时歉疚，对你稍显包容，仅仅是看你处境惹人同情罢了。我的心底自始至终装着的，只有姚音她一个人。请霍少夫人为我做主。婉宁自知理亏，可我与燕州的关系已是事实，满京圈都知道。如今陆家翻脸不认，这是要赶我走吗？瞧瞧，这若是传出去，堂堂陆家二少是个半途反悔、辜负旁人的人，沈家的门风怕是也要跟着蒙羞喽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姑娘若真闹出什么事来，霍家的喜气可就真被冲散了。少夫人，您是我姐姐，血浓于水啊！若燕州今日当真不认账，婉宁往后在圈子里再也没有立足之地，走投无路了。沈婉宁，你身为沈家的养女，不仅不懂安分守己，反而处心积虑陷害姐姐，如今更是闹到霍家的宴会上，让沈家几十年的清月毁于一旦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姐姐的身份为你说话，今天之后，我会亲自跟爸说，将你从沈家除名，从此沈家没有二小姐，我也不再认你这个妹妹。陆先生，你既然与他已有实质关系，又在路口当众拦车声称要订婚，虽然这关系没有经过点长辈同意，也没有正式程序，但陆家毕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总不能做那等敢做不敢当的事。即便他不配做你陆家的少夫人，可让他跟在你身边，你们陆家也该负起这份责任，不是吗？是，我知道了。回去就办好这件事。姚音，若我把这些事都办妥了，从此循规蹈矩，你可会原谅我以前的过错？原谅？陆先生说笑了。我从未把过去放在心上，何来原谅之说？我刚才听着陆先生似乎在求什么原谅，我倒是不解了。
陆先生到底是犯了什么大错，竟需要我的太太亲自开口原谅？霍先生明摆着给太太撑腰，陆少踢到铁板了。霍先生再体弱也是霍家掌门，哪是旁人能攀扯的？想看这些花，吩咐人摘几枝好的送进房间就是了。这外面风大，你身子金贵。我知道了，只是见今天阳光好，便想多站一会儿。自己出来怎么连件披肩也没拿？回屋吧，我让人备了你爱吃的甜点。谁说霍少病重不理世事？这般疼人，沈瑶英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陆先生，我的家事便不劳你费心了。这地方大了，什么聒噪的人都有。姚英，这些人不配污了你的耳，去跟我妈说一声，就说我身体有些乏了，这些应酬的事麻烦他老人家安排吧。是，我这就去。这风大，姚英陪我去休息室歇一会儿。新倒的茶叶，我想陪你一起品。你们是没瞧见那场面，霍少虽说身体还没大好，可护着霍少夫人的那股劲儿，简直把咱们这些人的眼都晃瞎了。可不是嘛，本来以为沈家大小姐嫁过去是受苦的，谁成想霍少竟然把她当心尖子疼。那陆二少还在那装深情，可人家现在毫不在意。晚宴过后，全京圈都传开了，霍少夫人那是一点委屈都受不了的，谁敢惹她，霍少头一个不答应。咱们陆家的脸今天算是丢尽了。那个养女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让她主动离开。妈，那天晚上我确实……够了，那种手段也配谈名分？管家，太太，明天一早去沈家知会一声，就说陆家的名声容不得半点玷污。看在沈家的面子上，咱们陆家只能让沈婉宁跟在燕州身边，没有任何名分。这沈二小姐怕是会闹。没有名分就是没有名分，进了这个门，有的是规矩教她。爸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！当初陆彦州当众选了我，全京圈都以为我是未来的陆家少夫人，可现在居然让我无名无分的跟在他身边，这样女儿要怎么见人啊？你还有脸提以后？你在霍家宴会上丢尽了我的脸，全京圈都在戳我的脊梁骨。沈家没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。你若真觉得委屈，我便为你另寻一门亲事，安排你出国找个正经人家，保你一生衣食无忧。出国？那我还怎么把那个女人踩在脚下？沈二小姐，请吧，咱们陆家规矩大，你这种身份只能走着后门，误了见夫人的时辰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秦家这位才是正经的陆少夫人呀，那沈家的养女到底是上不得台面的。交换戒指，慢着，我看谁敢继续。阿姨想让秦家大小姐进门，行啊，但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。陆远州，你听清楚了，我秦曼云是秦家的大小姐，你今天若不把这件事处理干净，我们秦家跟你们陆家没完！沈婉宁，你到底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要不是你当初装可怜骗我悔婚，我怎么会失去姚音？怎么会沦落到全京圈的笑柄？陆延州，你不能不认！疯了，真是疯了！沈婉宁，我不会娶你，你今天无非是想要个名分。好，我给你一条路，即刻出国，去欧洲待几年，联系移民顾问，尽快办手续送他出国。出国？你要把我送到国外？陆延州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谁也别想把我送走！拦住他！小心！
我好疼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叫救护车！陆先生，患者撞伤很重，摔倒时头部也受了冲击。我们做了所有能做的，但患者目前依然没有脱离危险。患者本人多处软组织挫伤，右臂和面部有玻璃划伤，目前生命体征稳定，但需要住院观察。知道了。结束了，也好。这个家已经承受了太多，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。夫人，请喝茶。放肆！沈婉宁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在我面前，这双眼睛还敢不安分？是还没被教训够吗？行了，少说两句。你心疼啊？别忘了，他可是敢在我们婚礼上捣乱。我要是再不管，陆家怕是要被他搅翻天了。滚回你的房间去，没我的允许，半步不准踏出来。妈，我觉得有些……快叫医生！哎呀，到底怎么样？姚英身体一向不差，怎么会忽然晕倒？恭喜霍夫人，少夫人并非生病，而是有了2个月的身孕。恭喜您要当奶奶了！快通知兖州和霍总，通知老爷子！管家，这天是不是真的变了？当初满京圈的医生都在私下议论，说少爷怕是熬不过今年。可不是嘛，如今半年都过去了，咱们少爷虽说身体还比不上运动员，可你瞧瞧，现在哪还有半点当初的虚弱样子？这都是少夫人的功劳。现在少夫人肚子里有了孩子，少爷和夫人高兴的跟什么似的。霍家后继有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喜事。奇迹，当真是奇迹啊！霍先生半年前身体各项指标都很不乐观，如今虽仍需要调养，但各项数据都在好转，已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衰竭迹象。辛苦你了，去休息吧。姚音，我竟然马上也要做爸爸了。你吉人天相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。你知道吗？在娶你之前，我每天看到的都是天花板了。我原本也没敢想过会有自己的孩子。我现在只想好好活下去，想亲眼看着这个孩子长大，想跟你一起到老。霍太太当真是好福气，这结婚才不过几个月，便有了好消息。我结婚到现在，补品吃了一堆，肚子却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当真是愁死人了。秦小姐还年轻，孩子的事总要讲个缘分。霍太太说的是，我也常想，这福气啊，怕是早就被某些不长眼的人给折腾光了。说起来，我进门前也听过不少闲话，说是燕州以前跟霍太太是有过婚约的，本是天作之合，偏生因为那位沈二小姐用了些手段，这才让燕州迷了心，生生毁了这大好姻缘。谁说不是呢？结果抢来的东西到底是烫手，那是自作孽不可活。本以为这位沈二小姐是个有大福气的，怀得那么快，结果呢，我这正牌夫人才刚踏进陆家的大门，她自己在那婚礼上大闹一场，硬生生把孩子给折腾没了。现在看来，她倒跟我一样，也是个没福气的。不过我是怀不上，她呀是留不住。那也比你这个陆太太强，你们都不知道吧？
这位陆太太可是出了名的善妒，从结婚到现在，把燕州看得跟犯人似的。她出个门10分钟一个电话，生怕她再在外面多看了谁一眼。把老公盯这么紧，这也太能管了吧？善妒可是豪门大忌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她还是没怀上，到底谁没福气？沈婉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没名没分赖在我家也配跟我比？你有福你留得住吗？秦曼云，你再说一遍！我说你留不住，你连自己孩子都保不住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说话？那天要不是你们强行把我送出国，我也不会跑，更不会摔倒。你和陆彦州都是凶手！凶手？你自己跑我婚礼上闹，自己滑倒，这能怪谁？沈婉宁，你要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！你嫁进陆家这么久，除了盯着燕州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就是秦家的一个商业联姻工具，我才是明媒正娶的陆太太。你一个养女，连娘家都不认你了，赖在我家白吃白喝。换我早就不活了。对，我是养女。你秦曼云又高贵到哪儿去了？你天天霸着燕州，还不是没有怀上？天哪，在霍家就吵起来了，这陆家的脸都丢光了。陆太太、沈二小姐，二位在我霍家吵得挺尽兴的，看来对自己刚才的表现还挺满意。霍少夫人，不是的，不用解释。我听了半天，你们俩争来吵去，不就是互相嫌对方给陆家丢人吗？可要我说，二位这嗓门这架势，怕是都得好好补补课了。既然陆家乱成这样，闲到二位跑到我这儿来吵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替陆家操操心。这两位京圈最有名的礼仪老师，专门教豪门的太太们怎么守规矩的，多少名媛排着队请他们上课。今天这二位老师，从明天开始，他们就住进陆家，给陆太太和沈二小姐私人定制课程，3个月，每周6天，每天8个小时，学学怎么说话，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还有怎么管住自己的情绪。既然你们俩连最基本的礼仪都顾不上，那就从头开始学。陆太太，没问题吧？谢霍少夫人费心。沈二小姐，多谢。不用谢，3个月后我会让人去陆家验收，到时候二位要是还这个样，那今天的茶钱我找陆家双倍要回来。咱们少夫人真是大度，有些人跑到别人家里撒泼骂街，少夫人不跟他计较，还请老师教规矩，这待遇亲妈都未必能给。在我面前失态，丢的不是他们的人脸，是霍家的脸面。既然他们管不住自己的嘴，那就让专业的人替他们管。这种管教人的方法，我手里多的是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都是因为你刚才那张破嘴，害得我也要跟着上3个月课。你知道外面那些人会怎么笑话我吗？太太这会儿倒怪起我来了。刚才吵架的时候，你不是骂得挺起劲儿的吗？咱俩半斤八两，谁也别嫌谁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秦太太，坐姿，你现在的样子可不像豪门太太。沈二小姐，你笑什么？你的手，茶杯端在指尖，这是端茶还是捏兰花指？重来。下周新增表情管理课，二位在公开场合的表情控制太差了，每人练习100遍微笑，录视频周3交上来。你瞧这架势，比训小学生还狠。这两位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哼，上回在霍家闹成那样，现在全京圈都知道两位太太是野蛮组合了。霍少夫人这分明是在送起古种。哎，听说了吗？霍少夫人给陆家那2位请了礼仪老师，天天在家练坐姿、练微笑。谁让他们在人家宴会上出丑？不过陆家那2位一个比一个能折腾，可折腾了这么久，怎么没见谁怀孕啊？不能吧？陆少以前挺风流的。这谁说的准？搞不好问题就出在他自己身上。医生，你再仔细查查，外面那些闲话都快把陆家拆了，说什么燕州不行，这怎么可能？沈婉宁以前可是怀过的。陆夫人，
陆少这身体指标显示是长期摄入了干扰类药物所致。什么药？这种药物很难检测，但能让人丧失生育能力。陆少这身体，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了。是谁？是谁要绝了我陆家的后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当初那个女人可是实打实怀上的，那时候眼周还好好的。下药？谁敢给我下药？几个月前他还有了孩子，只有那之后，我的身体才……沈婉宁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是我，又怎么样？陆彦昭，你结婚那天为了那个秦曼云想要把我强行送出国，是你逼得我在婚礼上逃跑，是你害我撞到橡皮擦摔倒，是你害得我失去一切。那是你自己摔倒的。你以前怎么说的？你说过你会娶我的，可后来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大家都别好过。那秦曼云算什么？我还是沈家的女儿呢。你们对我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是你自己见异思迁，既想要沈瑶英的身份，又想要我的顺从。这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好事？你现在看着秦曼媛天天霸着你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像个笑话？你这是要断我们陆家的根脉！对，你们害得我一无所有，现在你们也跟我一样了。沈婉宁，你干的好事，你让燕州落得这般下场，你说我该怎么谢谢你？你想干什么？把他送到执法室。放开我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燕州，你说话呀！送他去个好地方，后半辈子你就在牢里过吧。司法厅，我不去，这是他的报应！别这么抓我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追？他跑得太快了，刚出去就没影了。先去警局立案，接着派人找，天知道这个疯子还会干出什么事。陆少，公司那边董事长催了好几回了，好几个大项目就等您签字了。您看，滚都给我滚！绝后了，陆家都绝后了，签什么字？一堆废纸！陆少自打那事之后，整个人都废了。太太房间一步都不去，天天喝得烂醉。哎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万一喝出个好歹，咱们也得跟着倒霉。要不，带他出去散散心，换换心情也好。这少夫人那边要是知道了还得了？少夫人现在一门心思跟那两个礼仪老师斗法，哪有空管这边？再说了，陆少这状态，不给他找点消遣，迟早要完。陆少是兄弟就再喝一杯，还是兄弟好。家里那点破事让人心烦。陆少上次说的投资的事儿，你看，走，换个地方继续。以后老子天天在外面喝，再不回那个破家了。燕州，我的儿子！都给我滚出去，把少爷拖上车！爸，来一起喝。医生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我直说了，陆少长期酗酒，免疫力已经彻底垮了，在外面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染上了病，而且因为发现的太晚，现在身体各项指标全乱了，皮肤开始长疹子。我们家有的是钱，你开价，你救救他！陆少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撑不过任何大剂量的治疗，从今天起必须严格隔离，任何人不能直接接触他的血液和体液，否则有传染风险。如果继续恶化，最后会全身器官衰竭，到那时候谁也救不了。染上这种见不得人的病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秦曼云的脸往哪搁？夫人，慢点。你男人都快没了，你还在想你的脸面？我的脸面
你们陆家给过我脸面吗？从我进门那天起，这个家就没消停过一天。现在他在外行事不检点，惹出一身病，都怪起我来了。传话下去，陆家从今天起谢绝所有访客，采购从后门走，打扫的只留2个信得过的，就说少爷得了重病，需要静养，谁也不见。夫人，护宫那边加钱，让他们把嘴闭严，谁要是往外说一个字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姚音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都到这时候了，还念着那个不该念的人。我要离开，陆彦州没了，陆家也散了，我没必要继续守在这里。走吧，都走吧。陆家几十年的家业全完了，我也没脸在商界待下去了。剩下的日子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随波逐流吧。夫人，我在陆家干了10几年了，你说赶就赶。陆家都没了，还顾什么佣人？工资结清了，走吧。陆太太，房子买家那边催了，问什么时候能腾空交房。快了，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，就剩几个房间还没清。听说陆彦州倒了，真的倒了？是不是真的？啊！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？把他给我弄走！报应都是报应啊！陆彦州，你不是要把我送出国吗？你不是要去秦外云吗？到头来你比我还惨，我好歹还活着。来人，把他给我送到司法庭！我要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！放开我，我不去！突然冲出来的，我刹车了，我没来得及。联系沈家，让他们来处理后事吧。活着给人添堵，人没了还得让人收拾，造孽！生了，生了，少夫人生了，是个女孩。好，好，哈哈哈哈哈！霍家有后了。通知下去，沈瑶音生下霍家继承人，霍家大喜。从今天起，霍氏集团上下同庆，孩子取名霍成林。这孩子跟兖州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这孩子我亲自带，他是霍氏集团未来的希望。怎么要有原封不动端出来了？少夫人昨晚守了一夜，眼睛都没合。可霍先生这身体……油尽灯枯了。少夫人和先生恩恩爱爱这么多年，已经是跟天借来的命。医生说，就这几天了。姚音，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，就是那天下午等到了你。别胡说，你睡一会儿，醒了咱们还去花园看花。只是不能陪你到老了。见过董事长，见过霍太。我将继承父亲遗志，带领霍氏集团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。太太快看，今年的玫瑰开得比您结婚那年还好。是啊，花开花谢，又过了这么多年，一切都过去了。